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这边，这玩不动了，你们来接住我喽！来了，舒服，来帮我再捏捏肩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们接住我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是哪个王八蛋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就把他给废！就是你这个王八蛋！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我怎么就死了呢？前日，风七楼有个人被害死了，死得特别惨。所以你就以为那个人是我？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去了风七楼、翼王府，我哪儿都找不到你。我听说七哥在查案，我就赶紧过去了。结果小婉儿刚好在验尸，那身量真的很像你。真的很像你，就算不是你，可那官差说死者天天流连烟花之地，万一下一个是你怎么办？万一你真死了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我说真死了，送葬的队伍一定让你站最前头。好啊，我不但要站最前头，我还帮你摔牌打分，好不好？别走，女儿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在乎我的生死。你要真走，就再没有人这么在乎我了。你放心，我一辈子都是今生的朋友。无论生死，一辈子都是今生的朋友。是何人扰张仙人我清修啊？张栋玄，你是想继续吃冰糖肘子，还是在这死牢当中等着斩立决？才吃一顿肘子就急着要唱，世子殿下未免也太不大方了。只要你知无不言，我保证，你每天都有羊肘吃。果然是女子，小世子，我张仙人灵验吗？你不过是因为让你洗干净再见人，你便推测来者爱结，必是女子。非也非也，这世上何止女子爱结，贵人们哪个不爱结呀？且京中盛传，世子殿下不近人情，他专程来监牢吩咐你梳洗干净，再出来见人，可见是他敬重之人。除了太后、圣上和瑞王，能让他如此用心的，只有他心仪的女子了。我说的对吗？
永慈郡主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我还有个本事，张相士可能推断出来。啊！你这个小女子的心怎么比那个狮子还要狠毒啊！张相士还不肯露出真容吗？我靠这一招行走江湖多年，无人识破。小郡主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虽知道要用耳朵去找说话的人，但稍加留心便看得出来，你能感知到光影的变化。奉劝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藏头术了，对眼周经络不好，用久了会伤及目力。连藏头术你都知道，药王谷的传人果然是有几分本事啊！那你们得先告诉我，这京城剥皮案的凶案现场是否会有黑色无意花的图案呢？眼下尚未找到凶案现场，但是抛尸处和尸身上却有少量朱砂。还有其他类似的案子吗？仅此一案，与观音镇案相仿。嗨，才死了一个人，你们找我干什么呀？快走吧，快走吧，等再死了人再说。张栋玄，你因此捞些好处无碍大局，可若是儿戏人命，你就等着死在这大牢。你连凶案现场都没有找到，怎么能够抓住真凶啊？再说了，才死了一个人，怎么就能和观音镇有关了？得找出类似的新案，才能和旧案相关联吧？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，等着无辜的人继续惨死吗？我们不仅要查案，更要止杀。只有事先知晓行凶人的谋划，才有机会救出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得到一具具尸首。小郡主，你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吧。6年前，你为何会卷入观音镇那3起案子？你可知当初沈四清为何认为我并非真凶吗？因为在命案发生之前，我几乎就已经是个废人了。参见陛下。儿臣见过父皇。金鹰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。凭君语向游人道，莫作慢惊。哼，花眼看。好啊，不知太子眼中谁是迎春，谁又是慢惊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今日游园时，见满园花树，独迎春敢与红梅争艳，一时兴起，便将前人的诗提了上去。小心！你们两个趴人门口干什么？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看那个小娘子的背影眼熟，好像是我哪个旧相好，不知是哪里的歌姬啊？凤栖楼被一个姓赵的赎身为良1年多了，养在此处当外宅。哎呀，晦气！你们男人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。赵家许的妻子那么信任他，
他居然还养外宅，活该他被人拔了舌头。所以我要么不成亲，成亲了绝对不会养外宅。我绝对不能让外人占了咱家的便宜。说的倒是挺好听的，到时候谁占谁的便宜还不一定。赶紧走吧。怎么还当街调戏我呢？快把消息告诉占捕头吧。我与郡主已经确认，京城的2桩杀人案与观音镇杀人案一脉相承。若再不启奏圣上，增派人手实施宵禁，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受害者。可是圣上本就不想闹得京城人心惶惶，若怪罪你我张扬，我们现在手头的线索太少，若再不给行凶人制造一些作案的障碍，恐怕还没有抓到行凶人的衣角，圣上就先让你人头落地了。此事要不再跟李嗣卿商量一下？圣上对他信任有加，此案也是命他检查，由他提出宵禁之事会。你先起草奏章，我同你和李慕云共同面圣。下官遵命。主子，主子，出事了！何事？瑞王上报，朔溪军饷出了纰漏，说送过去的军粮里有发霉的陈谷子。朔溪军现在接近断粮，圣上急召主子回宫，商讨应对之策。七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圣上召我入宫，王儿的安危就交于你和月宁了，切莫让他孤身涉险。放心吧，我和宁儿定然寸步不离。现在不是追责军饷贪腐的时候，解决军粮才是当务之急。可是今年的税收尚未收缴上来，户部一时实在错不开手来。回禀圣上，凉州距离朔溪驻地距离最近，且这2年风调雨顺，应尚有储粮。除去城中百姓用度之后，留给大军的应尚有月余。儿臣附议，若能有月余缓冲，户部便可重新筹措新粮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太子亲自跑一趟凉州，军粮大事不可借他人之手。你立刻出发，快马疾行，亲自将这军粮送至朔溪，哪怕是余粮，也要亲自经你手去调配，以保大军冬日用粮。儿臣领命。竟有人敢打着军饷的主意，可见平日里朕行令是太过宽宥。老七，朕命你为监察御史，一定要把这蛀虫给揪出来，哪怕是事关皇亲国戚，也绝不能轻饶，宁可下监砍头，也绝不能放过一人。臣遵旨。那姓郑的，除了会伸手要钱，什么都做不成。在朔溪军厮混了1年，还是毫无建树。废物！军中不比朝堂，考个科举，寻个作诗，便能依次升迁。那群乡党皆是过命的交情，凭他个新人想要出头，谈何容易？趁此次朔溪军饷一案，正好让他往上爬几步，也不枉我们在军中布局良久。可圣上让燕池当了监察御史，只怕查来查去，反而会把咱们安插之人清除干净。那这些年花的银子，收拢的人手，不都白费了吗？母妃多虑了，这瑞王父子向来不和，燕池做不了瑞王的主。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找几个替罪羊送到瑞王面前。只要瑞王认定，燕池也只能束手无策。太子软弱无能，宋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父皇为何要让他去？还能为何？自然是为储君积攒名声呗。母妃再不服那个赵淑华，太子是从正宫的肚子里爬出来的。论嫡，论长，皆不可撼动。嫡庶自是没话可说，但论长论贤，哪里轮得到他赵淑华的儿子？母妃就听我的吧。
只要父皇一日不提废太子，咱们就别瞎折腾。忠永侯是只老狐狸，太子就算坐上高位，也没有好日子过。若能促成废太子，咱们就顺水推舟。若真让燕彻坐上那把椅子，儿子做一个实权王爷，不比他那个窝囊皇帝来的自在？哼，那可不行，我不能任着赵淑华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我与他同日进宫，同日与圣上成婚。哦，就因为他虚长我2岁就被册封为皇后，凭什么？不到最后一刻，谁都别想让我认输。母妃啊，儿子也想完成母妃的心愿，只是筹谋此事需要处处打点，才能稳住人心。你呀，也要省着些花。要想办成大事，你我不知道还要谋划多久啊！多谢母妃，母妃放心，待我将朔西军的军权拢在手里，一定让那个赵淑华在您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你这又是一夜未睡。我听妮儿说了军粮案的事，可需要我去做什么？不必，都是些小人伎俩，不必你出手。不过这几天我不能时时陪着你了，有事尽管吩咐燕离。小的参见永慈郡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枉我风流殿下搬回车夫，也算值了。七哥自从知道我把骏马送给小宁宁，就盘算着要送你个更可仙的，所以我很早之前就打算送你辆马车，只是今天才得。平时看你从侯府出入，借车也不方便，自己骑马出行易风吹日晒，所以，别看这马车小，可都是铁木制成，不惧火烧，寻常刀剑都穿。